冬天呀，天气比较干燥，我们应该多喝一点汤水，补充人体所需要的水分。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那么就来关注一下我家的菜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今天阿鹏有空呀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又家常的一款汤水——紫菜蛋花汤。这款汤水相信每个人都喝过，但是我们在家里怎样做才好喝呢？其实它做起来是非常简单的，相信你看一眼就学会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小包的紫菜，接着我们先把紫菜给它撕成小块，给它装在大一点的碗中。紫菜它是一种非常普通又家常的一款食材，它价格虽然便宜，但是它营养丰富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，还有微量元素。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多喝一点紫菜汤，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。而且紫菜汤喝起来也特别好喝的，不管是大人小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吃。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家里面煮紫菜汤的时候都是错误的，都喜欢直接的放到锅里面煮，其实这样子会破坏了紫菜的营养还有它的鲜味。我们只需要先把紫菜用温水给它提前的浸泡起来，水温大概是50到60度左右就可以了。用温水浸泡既能把紫菜很好的泡发，又不会破坏了紫菜的营养。浸泡起来后，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其他食材，先准备少许的小葱，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改刀切成小葱花。紫菜蛋花汤喝起来好不好喝？那么小葱是非常重要的，汤里面添加少许的葱花是非常香的。葱花切好以后，我们先将其装起来备用。紧接着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香菜，先把香菜根部切去不要。最后我们再将其改刀切成小段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我们先把香菜给它装在碗里面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个小碗，往里面打入3个新鲜的母鸡蛋。鸡蛋的数量我们根据家里人数来定的，如果家里人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多打2个。鸡蛋打进碗里面之后，我们用筷子将它进行快速搅拌，将其搅拌均匀。把鸡蛋给它搅成鸡蛋液。我们在搅鸡蛋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，最好用筷子把鸡蛋液给它挑起来打，并且同一方向进行快速搅拌，这样子打出来会比较均匀一点，而且也更加的细腻。我们将鸡蛋液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先给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小碗，往里面添加2勺的淀粉，然后再倒入1小碗的清水。再用勺子把它搅拌一下，把淀粉给它搅拌至化开。将其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我们先把水淀粉先放开一旁备用。好了，现在的紫菜也已经是泡发好了，接着我们用筷子将它清洗一下。把紫菜简单的清洗一下，可以把上面的一些灰尘、杂质还有一些泥沙给它清理下来。但是如果你买的是免清洗的紫菜，那么就不用清洗这么麻烦了。我们将紫菜简单的清洗一下，给它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来。捞起来后，需要把紫菜攥干水分，然后再准备一个大汤碗，把攥干水分的紫菜先放在里面。接着再把切好的葱花还有香菜也添加进来。接下来我们先把汤碗调味一下，先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鸡精，还有适量的食盐，再添加上少许的胡椒粉，增香去腥。家里有猪油的话，再添加1小块熬制好的猪油，更加香哦。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1茶匙的小磨香油。全部的准备好后，接下来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开始起锅烧水。我们先把汤水给它烧开，水烧开以后，我们将火候调为中小火，然后再往锅里面添加适量的水淀粉。水淀粉下锅以后，迅速的将其推开推散，让水淀粉充分的化开。水淀粉我们要尽量的分为2到3遍来进行勾芡。如果你一次性的全部添加进去，可能汤汁会变得更加的凝固浓稠，那么做出来的汤水喝起来就不好喝了。如果汤水不勾芡的话，喝起来不够顺滑，喝着清汤寡水着也不好喝。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分为2到3次来勾芡，少量多次的进行勾芡，这样子更加方便我们掌握它的浓稠度。
这也是做紫菜蛋花汤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和环节。如果没有做好的话，那么你做出来的紫菜蛋花汤喝起来就没有那么鲜美，那么好喝了。我们将水淀粉搅拌至化开以后，现在来看一下，汤汁会变得略微的带一点点浓稠，但是呀，也不需要太浓稠了，大概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将汤水勾薄芡以后，接下来再把蛋液给它呈线条状，缓慢的一点点的倒进锅里面。蛋液下到汤水里面就会慢慢的成熟凝固了，这样子的蛋花就会特别的漂亮。要想蛋花汤做出来好看又好喝，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样子打出来的蛋花喝起来会更加的细腻，喝着也更加好喝。鸡蛋液全部下锅以后，我们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推动一下，让鸡蛋液可以充分的受热和成熟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拍摄视频不易，阿鹏呀每天给大家分享各种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如果这个视频你也喜欢的话，那么就帮阿鹏点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。蛋液不需要煮得太久的，避免煮老了。等到汤水重新的烧开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将它关火了。接着下一步，我们再把煮好的蛋花汤给它直接的倒进汤碗里面。哇，闻起来真的是太香了。接着我们再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把里面的紫菜、葱花等等的配料还有调料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将它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我们在做紫菜蛋花汤的时候，紫菜也不需要下锅煮，可以像我这样子，把做好的蛋花汤给它直接的倒进汤碗里面，再搅一搅，利用汤水的余温就可以把紫菜烫熟了。这样子操作的话，就不会破坏紫菜的营养、鲜味还有味道。有条件的话，还可以再往里面添加些许的虾皮或者是枸杞，这样子营养更加的全面和丰富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紫菜蛋花汤，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更加的鲜美好喝，而且主要是清淡又解腻。这是一款非常方便快捷的速成汤，它的做法是真的非常简单的，相信你看过以后都已经是学会了，真的是超级的适合平常上班没有时间做饭的朋友们。现在冬天了，天气比较干燥，平常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喝点汤水，补充人体失去的水分。如果您平常也爱喝汤的，那么今天这款简单又好喝的紫菜蛋花汤，你不妨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点我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的美食做法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